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Ethan。那么上期视频中呢，我们详细的讨论了比特币的本质。最终我们认为比特币就是 POW 这个信任机制当中信任的具体表现形式。那它的本质就是货币，而且它具备一些特有的性质，比如说它是去中心化的，总量是确定的，交易是安全而且不可逆的。那基于这个性质呢，很多人认为它是能够抵御通货膨胀的。那么这期视频呢，黑森就和大家来详细的讨论一下比特币到底能不能抵抗通货膨胀。所以我们首先有必要在这里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通货膨胀。那根据维基百科的解释呢，通货膨胀本意就是货币流通数量增加，但也指整体物价水平上涨，人们出现购买力下降的经济现象。这里其实也表达出了通货膨胀的成因，那就是需求端和供给端的不匹配。简单的说就是，当供给持续小于需求的时候，就会发生通货膨胀，物价就会持续的上涨。那么供给小于需求的原因可以从两方面内容来看。第一个就是百科中提到的货币的超发，那超发的货币呢会刺激需求，当需求过剩，供给跟不上时就会有通货膨胀。那第二点呢就是货币没有超发，但是供给端出现了问题，人为的使物价持续上涨。那这里面包含垄断、原材料的紧缺等原因。那其中有必要提到的一点就是，其实现实社会中的货币的超发通常也不全是中央银行的锅。那这就有必要提到现代社会印钱的机制。现代社会里流通的钱大多数都不是由央行直接无脑印的，虽然有时候看起来他们好像确实是在无脑印钱。那上期视频当中我们提到货币的本质就是信用，那现实社会里面的钱的本质它就是基于中心化机构的信用。那比如美元就是美国政府的信用，那日元就是日本政府的信用。我们已经讨论过这种信用是多么的不可靠，这里就不再赘述。那一般情况下，政府不会滥用信用。当有人想要干某事需要花钱的时候，但是他自己又不能造钱，这时候就会和银行达成一个双向的信用协定，向银行借钱，那我们称之为贷款。当银行验证了这个个体的信用之后，就会把钱贷给这个个体。那银行的钱从哪里来呢？那一开始确实是由银行创造的，比如说100元，它创造了。那这100元他贷款给了 A， 那 A 就会把这100元转给 B， 用于完成 A 所需要花钱的任何事情。那 B 呢就会又把这100元存进银行，那银行呢这时候就会从这100元里面扣10%的准备金，上交中央银行，又把剩下的90元贷给了 C。那 C 呢又把这90元转给了 D， 用于完成 C 所需要花钱的任何事情。那 D 又呢把这90元存进了银行，银行又扣了10%的保证金，又把剩下的钱贷给了 E。那以此类推，就可以看到现在 B 银行账户上有100元，那 D 现在银行账户上有90元，现在 B 和 D 总共有了190元的一个钱。只要银行一直贷款下去，银行最终会创造出1000元的货币。那有没有发现，银行就是通过这种左脚踩右脚的方式，凭空的创造出了10倍的货币？那在这里我用的100元这个数字很小，而实际社会中这个数字要大得多得多。这里只是举个例子而已。那从这个例子就可以看出，这个整个过程最关键的一环其实就是中心化的机构。只要不是所有人同时到银行提款，不发生所谓的集体现象，银行就可以一直这么干下去。这种印钱的方式其实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，本质上就是人们欲望的扩张。只要人们还有欲望，有花钱的需求，钱就可以一直被创造出来。这也就是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所推崇的信贷扩张，也是它存在的最大 bug。那银行其实在整个过程中，除了印钱，它还充当了一个重要的角色，那就是鼓动人们欲望的发展，使人类的欲望货币化。当然，大多数的时候，人类的欲望的扩张可以提高和改善人类物质社会的进步，但同时也会产生很多的问题。比如，当人类欲望过剩，导致银行创造出太多的货币，而同时人类又创造不出相应的商品，就会出现我们前面提到的通货膨胀。当然，这并不仅仅是唯一的问题。现在人类在这种市场经济下丝毫不克制自身的欲望，会产生无穷无尽的问题。比如你看到的气候危机、粮食危机、人类社会精神价值观的崩塌、消费主义、生活的不幸福感等等，一切都可以归因为现代社会所推崇的这种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。那么现在让我们再回到视频一开始提出的问题上，比特币到底能不能抵抗通胀？我们接着往下分析。前面我们提到，通胀的本质就是供需不平衡，不管是超发货币还是价格垄断，只要中心化的机构在，信贷扩张就不会停止，人类的欲望也不会得到限制，那么通胀就是必然的结果，是无法避免的。那本质上，中心化机构建立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，它无法解决分配的问题，它的本质就是扩张。如果要从根本上解决通胀问题，那就要消灭这个万恶的中心化机构。而从上一期视频当中，我们已经了解到，那比特币的初衷就是要去中心化，所以比特币就是天然抗通胀的。那这种抗通胀的属性并不是因为它的总数是固定的，而是因为它是去中心化的。因为我们知道，人类之前货币金本位的时候，因为黄金的总数也是固定的，属于稀有金属，但事实上，金本位时期的美国也发生了严重的通胀，陷入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大萧条时代。
后来为了解决那个时候的经济衰退，美国政府才决定让货币和黄金脱钩，以政府的信用做背书，把信贷扩张转嫁到全世界人类的身上，以此度过本国的危机。那人类社会从此就进入了浩浩荡荡的一个信用扩张时代。所以你看，问题的根源不在于货币本身的总数是否固定，而在于那个万恶的政府、公司等中心化的团体。所以比特币的抗通胀属性不在于它的总数固定，而在于它去中心化的属性。那现在如果整个世界没有了任何中心化的团体，那我们的社会还怎么运转呢？事实上，社会这个概念就是中心化的。在去中心化的世界里，我们甚至不能提社会这个概念。那人类依靠什么存在呢？难道进入原始社会丛林法则吗？事实上，上期视频当中我们提到，比特币在提出去中心化的概念之后，还建立了一套可执行的一个共识机制。那我们也看到，人类也的确可以依靠这种共识机制发展经济。但事实上，这套信任机制不仅可以重建经济结构，也可以重建人类社会。一个依托于信任机制的社会。那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到这种管理社会的可执行的机制了，那就是 The DAO 啊，我们用英文把它称为 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， 就是去中心化的匿名组织。那在 DAO 当中呢，每一个人都是管理者，每一个人都可以依靠共识机制来参与治理。在 DAO 当中呢，我们可以解决中心化社会市场经济无法解决的终极问题，那就是分配问题。只要这个共识机制本身是可靠就可以。在去中心化的社会里面，因为分配问题得到了解决，那么资源就不再会被垄断，人类的欲望也可以得到限制，通胀就不会再成为一个问题。但是问题又来了，那么现阶段人类仍然处于中心化，而且必将长期处于中心化的社会。那如果要过渡到新的社会模式，必将有很多困难。那么比特币在当前的中心化社会当中能够抵抗通货膨胀吗？那答案是显而易见的。因为在中心化社会，由于我们无法解决中心化这个本质的问题，比如说比特币，那就是什么币它也不能抵抗通货膨胀。而且更为讽刺的就是，现在比特币居然被中心化社会中的人类当作投资炒作的商品，甚至用信用货币来计价。那比特币是必然不可能抵抗通货膨胀的。如果有人为了保护财产把钱换成比特币，那脑子必然是有泡的。因为脱离了去中心化的背景去讨论比特币的抗通胀属性，就是在耍流氓。但是如果你真的拥有比特币，而且你也相信我们人类必将进入到去中心化的社会，那比特币就是你的未来的资本。它的确是天然抗通胀的。如果你不对去中心化社会抱有信心，而且还把它当作以信用货币计价的商品，而且你还想着用比特币为你的信用货币资产保值，那你的脑子就是有问题。你信不信如果中心化机构倒闭会让以信用货币计价的比特币归零？我就问你怕不怕？所以作为去中心化社会坚定的信仰者，我们的道路还很长，一切才刚刚开始。纵观人类历史，每一次的社会升级和改造都是伴随着无数人的风险、流血和牺牲。那如果你有信仰，那么现在就是最好的时代；如果你没有信仰呢，现在也是最好的时代。那让我们共同努力，为了心中的梦想做出努力和奉献。今天视频就到此为止。为了直观通俗的表达，视频当中去到了很多专业的表述，还有很多地方值得慢慢的和大家讨论。各位看官如果有任何问题，都可以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留言讨论，同时也希望得到各位的点赞、评论和转发。另外不要忘记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才能不错过我的新的视频。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